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最新国际国内议题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前张检舰长黄征辉舰长，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来看看最新的几个画面。当然，美中对抗里头究竟自己有没有楼梯可以下来呢？先前一直有传闻啊，可能有某些项目会软硬兼施，那关税可能会有降的可能吗？就传闻今天都正式的被外交部给否认了。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再度的打脸川普，除了说没有跟川普通过电话之外，有发布了一部最新的影片《中国不跪》，看看这段画面。向霸权低头，就如同饮鸩止渴，只能陷入更加深重的危机。美国曾以日本半导体倾销为名，重拳打击东芝等企业，之后又以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使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妥协退让难求网开一面，卑躬屈膝，终止步步紧逼。中国不跪，中国不退。这段影片呢，告诉大家川普的各种的说法啊，再度的证实外交部讲的啊，郭家坤发言人亲自站出来说，川普说两个人通了电话吗？没有，近期两国元首没有通话。有没有要让步？有时候考虑要把部分的关税项目加以调降，中国大陆释出了软性的这个措施吗？他说没有。双方没有就关税问题进行磋商或谈判，当然也就没有所谓调降关税的说法。楼梯在哪里？现在真的看不出来这个下台阶啊。而习近平做什么呢？他接下来这个礼拜要视察上海，部署中美关税战，应对国际经贸斗争。当然，因为上海这里的金融中心，还有重要的港埠之间、外埠之间重要的经济的地位哦，所以他在这里做中美贸易战的部署。而很多标题，这是外媒的标题，都说是大陆冷眼在看川普自爆啦。从《经济学人》到 CNN 到各国这个国外的媒体都是这样。因为呢，川普的新说法是他跟中国贸易谈判取得了一点点的进展。听听他的说法。Look, a little bit.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Obviously, right now they're not doing business with us. You know, people talk about going cold turkey with China, meaning just forget about it. We were losing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a year with China, and now they're not doing any business with us, you know, not because of them, because of me. Because at 145%, you can't do business. But something's going to happen that's going to be positive. 什么事会发生 ？Something good happen？ 什么是好的方向？我们真的不知道。那这一点点的进展是哪一点呢？怎样啦？川普说了，前是现在全部被中国大陆方面很硬的打脸的情况之下，就职百日，在国内的政局也同样在民调上没有讨好哦。现在创下的数字是80年、70年来的美国最低的数字。结果呢，川普生气了。他说假新闻，这个是患有川普精神错乱症候群的人在操控的民调，那毫无可信度。这些媒体是人民真正的公敌，类似我们中共同路人的概念，去骂 CNN， 那是 CNN 调查的，而 CNN 委托的是这个民间的有公信力的民调机构啊，结果被川普骂成人民公敌。这个最新民调里头，除了告诉大家川普的支持度只有41个百分比最低之外，而有59%的民调认为川普呢的政策恶化美国的经济状况。之前拜登这个经济政策的确也被美国人不信任的状况之下，川普就骂是最糟的美国经济状况的总统啊。结果现在他比拜登时期还要糟啦。当时拜登是58%，现在多了1个百分比。所以呢，孤丘比我位啊，现在到底潮水退了？川普的政策是不是真的让美国发大财了呢？所谓的解放日在即将100天就职的这个时候呢，对等关税 ，CNN 直接形容已经宣告失败。川普把数亿美国人的生命跟生计压在他热爱的关税上面，但是整个关税贸易战的结果看起来却是失败的，难怪 CNN 要被骂嘛，他直接判定了川普失败。那我们仍然不清楚川普是否有能力结束这一切的矛盾。楼梯找不到啊，说跟人家通话，结果没通话；说谈判了，可是没谈判，一点点的进展是什么，没有人知道。那在网络上，在美国的消费者更是传了一个 RIP 哀悼什么呢？天猫，因为在美国很多消费者很喜欢用的数位的系统里面，要买
免费的小包裹啦，可以免运费的小包裹啦哈，衣服的价美物廉，美国的很多消费者喜欢。就现在举例来讲，如果本来夏季的洋装是8.47美元，现在直接关税加上去，在网站上全部都直接上架嘛，变成加了26.21元，比本来一件还要贵，就变成一件变成44.68呢。所以这个价格贵到让消费者哀嚎，而不止如此。我们本来现在还讲说圣诞节的这个商品买不到，现在是连母亲节都过不了。大家是对于现在直接加的这个关税的价格呢，在各个通路上面，包括了商品上的上架已经被掏空的情况之下，没有货可上，那各种的经济的通膨数字已经一步一步慢慢的温水煮青蛙在展现。美国还有个企业主说，不如一把烧了库存好了，因为这个库存呢，海外价值15万美元的产品，要花21.7万美元才能运到国内来啊。它这光是关税不得了，根本活不下去。为什么？相对在美国媒体的形容是，中国大陆反而老神在在，美国在嘴硬。那习近平到底叫做稳坐钓鱼台？为什么？纽约时报是这样分析的，他说呢，中国人并不急着找台阶下，他们看出川普想找台阶下，而且呢，让他自作自受占了上风。因为目前在整个关税战，是不是真的中国大陆比较撑得住？其实付出代价是谁？是不是美国？这个是美国媒体自己的看法，而财政部长是说，美中贸易战呢，美国有优势的哦，不是你们媒体想的哦，我们很有优势哦。现在大陆的产品卖不出去了哦，所以是你们大陆会撑不下去，因为呢，美国国内会对华征收之后，超市商品短缺的这些局面呢，较量所谓美中的较量贸易里面呢，美国是明显更有利。哎呀，你大陆的货品没地方卖了，真的是这样吗？赖老师，中美的贸易额5、6千亿美元嘛，占中国整个 GDP 大概3%，所以如果全部归零的话，其实对中国大陆的影响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对中国大陆的外贸，因为大陆的外贸占它的整个经济 GDP 35%，内需占65%，强一点啊。那这个35%中美的贸易额并不是排名第1位啊，应该讲是排名第3位，因为第1位是大陆跟东盟的关系8800多亿，再来就是跟欧盟8000多亿。那不要忘了，连台湾都2、3千亿啊。那美国的6千亿大概占13%左右，过去是17%，现在降到13%。那这13%的结构里面啊，美国的出口到中国大陆有1000多亿，大概1300、1400多亿。这1400多亿里面有替代品啊，例如说不像美国买这个大豆、玉米、牛肉等等，可以像这个巴西、像阿根廷、像澳大利亚、纽西兰来购买。那如果说天然气跟石油的话，可以跟中东，还有可以跟俄罗斯还有巴西来购买，委内瑞拉也可以购买，伊朗也可以购买。所以美国的产品基本上中国大陆都可以有替代品。那连波音我们都看到了，美国的波音卖到中国的时候，中国已经拒收了，就退回去了。原因在哪里？关税太高，所以中国大陆也拒收。换言之，也就是说，美国的产品中国有替代品。为什么？因为你连波音来讲，中国有这个可以向欧洲的空中巴士购买，还有自己国内的 C919都可以买。那因此跟美国进口的那个贸易1000多亿中都归零，大陆问题不大，但是美国问题就大了。这第一个。那大陆卖到美国去的大概3到4千亿美元，这3到4千亿美元中有1000亿美元是美国无可替代的，就是我们所谓的 iPad、苹果，还有这些。后来美国自己就把关税减掉了。那你想想看，在4000亿中又去掉了1000亿，那只剩3000亿。还有1000亿里面，例如说现在各种过节，万圣节啦、圣诞节啦、复活节啦，对美国人来讲，甚至美国的国庆要放烟火，它这些全部都需要中国的产品。那因此这些据说美国可能就会砍掉这些关税，因为不然的话，这些东西卖到美国去，美国一定要自己吸收好。所以美国找不到别的替代品，找不到别的替代品的情况下，只好硬着头皮向中国大陆进口。那剩下的可能就是1、2千亿美元的卖不进去美国的这些问题了。1、2千亿美元中，我们看到现在连沃尔玛在中国大陆都投降了，向中国大陆投降，说我们愿意帮你开一个绿色通道，你卖不到美国的，那到沃尔玛的中国的厂中国的零售商卖给中国大陆。所以也就是除了京东，还有很多零售商都在帮中国大陆
不能卖到美国的，在中国大陆卖，还有到中东、到中亚、到其他国家卖。所以这样子减来减去的时候啊，我们看到 IMF 它本来估计在今年这个整个 GDP 的复苏，全世界的经济复苏应该是强韧的。对。但是由于川普的贸易战，所以整个往下降 ，GDP 0.3左右，美国受伤惨重，欧洲也受伤惨重，结果中国完全没受影响。GDP 换算出来的结果是，中国的 GDP 完全受伤是0.00%，那就代表什么？代表在这次贸易战中，不是川普跟贝森特跟过去美国的媒体所宣传的，说中国的 GDP 会重挫3%，中国完蛋了，结果根本没有。IMF 是美国所能控制的一个基金啊。结果他们算出来的结果是在这次贸易战中，中国早就准备好了，所以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情形下，当然就是老神在嘛，就是稳坐钓鱼台嘛，看你怎么玩，慢慢的煎熬你，慢慢的煎熬，这个就让川普就快受不了了。所以川普一直在说谎，不停的说谎，说习近平要打电话给他，中国外交部就直接打脸，噼里啪啦，没有打，而且不会打。然后接着呢，就透过新华社做一个短视频，向全世界说没有打，也不会打。如果你要搞这个关税的讹诈，那你永远接不到中国的电话。如果你不懂得相互尊重、平等互惠，那也就是说，你要跟我谈关税，你就必须先把关税都拿掉，我们从0开始谈起，不然的话，你永远接不到这个电话。所以你想想看。川普等了快100天了，等了100天等不到电话，贝森特也等了100天了，等不到电话，结果川普现在快抓狂了，因为他的民调跌的实在太低了。川普一直瞧不起拜登呢，他一直说瞌睡虫拜登，一直不停的在瞧不起拜登，结果川普的民调比拜登少了10%，这个情何以堪啊？比他第一任的时候，第一任他没有经验呢，第一任的民调都45%，这次民调44%。都比第一任的民调低，这个对川普来讲，他说我是懂王我第二任我懂王他儿子不是站出来说，不要忘了我爸爸什么都懂啊，你们谁不要以为你比我爸爸懂啊，我爸爸是懂王。结果这个懂王的民调支持度是创美国总统80年来最低的记录，而且不要忘了，44是最高的还是福斯做的。别人做的 CNN 啊，或是其他的，还有39%的，所以他抓狂的，他受不了了。然后他就骂大家是假新闻哦。所以委员怎么可以想象说一个美国队长、总统所讲出来的话，在等一通电话、等一个人没有打的电话，他说有，然后没有进展的谈判，他说有一点点谈判，怎么回事啊？我想最主要是中国大陆精神上早就先武装起来了。他们在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就已经吃到苦头了，知道说美国的整个的趋势就是要在关税上面要对中国大陆有更高的，而且会越来越高的这种这种扣关税。当然，另外就是一些高科技的，像晶片这些会管制，不要让他们随便卖到中国大陆。所以中国大陆心理上有准备了，所以显然就不会慌张。另外一方面，你看到川普是。他也觉得他赢得非常的漂亮，然后带着满腹的骄傲上来，他认为说他不止领导这个美国，他也领导全世界，所以他非常有信心的，就是说我绝对可以让你中国大陆低头。中国大陆没有低头的时候，他就把关税不断的往上拉到145，这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种现象所以这个是两边，一个心里有准备，一个心里没有准备。所以这个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就会是这样。其实我这样讲我也不认为说中国大陆在这一次的关税战里面没有受伤，都会的。真正讲起来是双方真正痛苦的日子还没有到。谁伤得比较重而已。大陆这个前面3个月第一季的外贸的数字很不错那为什么？因为关税大战早就被预测到会发生。很多厂商该买的货都先进货了嘛，所以美国的这个超级市场的仓库里面已经堆了一大堆中国大陆的产品嘛，囤货，所以中国大陆第一季的外贸的成绩，尤其对美输出一定非常亮眼的嘛，对呀，是。然后对美国来讲也是同样理由，像仓库，你看那个贝森特怎么讲呢？贝森特说。
说什么因为高关税的原因，所以我们的那个这个超级市场里面，这个货物会空了，没有货品，他这个是不可能的事。为什么不可能？不可能是现在不可能，时间还没到。你过了3月、4月，尤其到年底，你看会不会可能？一般预料是7、8月就开始。没有错啊。所以双方现在都还能够撑的原因，是因为双方还没有遇到政治的危险。不过川普当然很聪明，他当然晓得，因为他民调掉，你刚才现在讲民调说41，对不对 ？ABC News 最新的民调只有39，而且看这个情形只会往下挫。什么原因？乌克兰战争你解决不了。所以他会往下挫，然后你跟加拿大关系搞得这么坏，非常厉害，保送了加拿大的这个自由党可以继续这个执政，好，所以我觉得他的整个外部的形势的不好，也会增加他国内民调的下挫。不过其实前2天川普已经开始在转缓了啦，他在那个椭圆形的办公室白宫里面对着记者讲啊，说145的关税。真的是太高了，不过呢，为了谁弄的呢？不过 it won't be that high， 但是不会这么高的啦。他说呢，会大幅的下跌，他用那个字 substantially， 可他也讲说，那不可能是他，但是不会归零啊，不会是零，当然不会是零，那你就知道跳河了，对不对？不可能是，可以看得出他也在转弯。其实双方的动作看得出来，你看这个川普就讲啊，那些什么手机啊，什么一些电脑产品进来。这个延后啊，这个对等关税不征对免对啊，中国大陆也是悄悄说，我还是有很多晶片啊，我需要啊，我面子很重要，可是里子更重要啊，所以晶片的部分，他也通知厂商说，我还是一样啊，不扣你什么税，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让他进来，所以双方其实我跟你讲，这双方都是高手，双方高手啊，但问题是中国大陆没有吹牛，你川普吹了很多的牛。最后2个人和解下台的话，伤到脸呢，还是你美国，还是川普？真的看谁伤的比较惨了。但川普的话一直被打脸，是蛮尴尬的。舰长，我觉得像这些习惯讲谎话的人啊，他真的不怕你去揭露他的，就所有的人都知道，中国官方说他没有，但是然后这样讲好了，谁说我们中美没有沟通？说不定是我们驻美代表的一个秘书。跟他们的一个底下一个官员，他讲的是习近平，我有通电话呀。哦，是吧？那他也知道习近平绝不会出来说我没有，跟他通电话。对啊，所以他就是他们这种就是一个就是我就这样讲，你没有办法证明我是假的。他没想到对方直接站出来否认，但是一般外交上很少这样。习近平不会，底下人会帮他会，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今天看那个中国不贵这个东西，我看的时候，我有这个3感想。第一个，它是官宣，这是正式的官方出来的一个。第二个呢，他在对所有的中国的人民去讲，这个可能我们会很辛苦，但是我们要不受这个侮辱，我们要勒紧的裤带，我们也要撑下去。他在凝聚全民的共识。还有一个第3个，你看他底下有完整的英文的字幕，他在对全世界发言，是吧？就是我中国不贵，那日本就在想，那我们日本为什么要贵呢？我们韩国为什么要贵呢？这个加拿大就想为什么要贵？其实他在对一个全世界进行一个认知战，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一直在想说，如果今天我是习近平哦，我设身处地去想想，我真的还不怕这个事情。为什么？其实川普的这个所谓的不算关税战啊，这种什么贸易战，他从他第1任的时候，在2018年一直打到今天哦，已经大概7、8年了。这7、8年来，请你注意看啊，无论是他或是拜登，美国用尽了一切的方法。科技啦，什么各种的这种外交税啊，什么等等，他用尽了所有的方法，到今天有没有什么结果？没有啊，他们的通膨还是飙，他的外贸赤字更增加，美国的国债的欠的钱更多，就他几乎所有的方法都用尽了，而且一直不断的在用，到今天没有任何一点改善。那过去这么7、8年，你知道中国大陆基本上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一次的。只增加了一样东西，在过去7、8年增加了一个关税，但是关税它又不是只对一个国家，它对全世界，而且极尽的羞辱的用词啊、讲话。所以这一次，如果我是习近平，我第一个在想，第一个你跟全世界为敌，第二个我从来没有还过手，现在开始我才第一次决定要跟你要对抗。那中国能用的方法的广度，就是说方法、深度都太多了。
所以他们真的是立于不败之地，尤其是他们现在做这个要求全中国大陆的人民跟着他们一起勒紧的裤带，我们要拼下去。美国国防部长拉错群，把媒体拉进群的新闻，你很觉得惊讶吗？然后1次2次不用惊讶，连川普都会打错电话。有一个最新的消息是，有一个媒体啊，纽约每日新闻跟演说日报都报道了，这个杂志叫做《大西洋月刊》，它居然有一篇访问川普的这个报道。那为什么会访问得到呢？就他们报道说，因为川普在凌晨1点28分打错电话，他不小心打错电话了给这个周刊的记者。所以他们就趁机访问了，也是蛮聪明的记者。但怎么回事啊？一个总统半夜1点28分困不起，打电话给人是本来想打给谁？难道以为是习近平的电话吗？不知道啦哈。但川普呢，他除了可以川普投顾影响股市之外，他还可以影响选情。加拿大因为川普的助选逆转胜吗？没有啦，其实已经川普的这个各种言论已经让着原本的自由派本来不是那么好的选情，由他的助选非常的顺利的，今天新总理诞生了。因为川普就在选举正在最热的时候，他又公开喊话：“哎呀，欢迎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哦，将不再会有前人为界定的界限。看看这片土地有多么美丽，可以自由访问，没有边界哈，这一切都可以实现，而且零关税、零税收，在人家选举正热的时候，这话不是在帮自由党给辅选吗？”所以，川普就职这100天的时间，加国新总理诞生了，卡尼选赢了哈。他在赢得了联邦大选之后，29号凌晨，台湾时间发出的胜选演说说，强调永远 forever and ever 啊，不会屈服于美国总统川普的威胁。他声称，川普是想摧毁加拿大，但这永远不会发生，因为对美国很强硬，得到了民意的支持。加拿大总理甚至公开讲，美国背弃加拿大了。两国过去非常有盟友大哥二哥的关系，现在传统已经结束，那么等于是滥施关税，撕裂了全球经济体系，而且美国的世界领导力，美国对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也宣告终结。刚我朋友不知道，但卡尼逆转胜的原因呢？其实本来先前在川普一大堆的这种政策之前，卡尼并不见得被看好。但逆转胜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说运气太好，各种分析都这样说。英国卫报就说啊，都是靠着一连串的运气，来自于川普让他大力的助选之下才能当选。川普因下的加拿大选，这个民情激愤啊，从这个对川普不满的情绪里头，把所有的票给了这个自由党之后呢，说川普想要击垮我们，以便占有我们，这听起来好怪哦。但是选民证明了他们没有想要被并吞，而盟友澳洲也打抗川牌吗？因为澳洲大选倒数计时，这真的是很讽刺哦。过去美国一直打都是抗中，这一刻这么多国家却在打抗川牌，就是要抵抗川普多变而混乱的政策。67岁的企业老板阿瑟顿表示，川普影响了每一个人，外部发生的事情远比内部发生的事情还要重要。他只想维持现状。美国独立纪念日吗？民调显示，澳洲人对于川普跟经济的看法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超过70%的人担心川普会让他们的经济恶化，2/3的澳洲人，连澳洲都被影响，全球都被影响啊，都认为川普会害了他们，不再是安全的盟友。这也是过去美国在世界地位里前所未见，川普果然创造了历史。但同时呢，澳洲国会联署禁止川普进入澳洲，好严重！民众要求众议院永久禁止他的家人啊，还有所有的官员啊，进到澳洲来，免得像格陵兰一样不请自来，说要把人家变成自己的地方。那我们不需要他们的仇恨、种族主义和对世界安全的威胁。哇，那我们会不会赖政府发表我们永远欢迎？好，金砖连线抗美啊，在各国都要找其他的路替代美国这种过去的路线已经不可测的情况之下，金砖的外长在巴西开会，展现要统一阵线对抗，其中包括了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在内的外交官一起共同的应对川普关税。当然包括了货币政策，而王毅就说，金砖国家作为国际建设性的这个领导里头，在国际舞台上要造成的一个真的是非常讽刺，一个向善的建设性的力量，而不是仇恨的毁灭性的，要带头做和平跟发展事业的中流砥柱。赖老师怎么看川普的辅选能力非常的强大？
我想这个自由党，加拿大的自由党一定非常的感谢川普，然后加拿大的保守党已经是恨死了川普啊，因为本来在12月的时候，去年12月到现在没有几个月啊，去年12月最新的民调，自由党它只剩下20%的支持度，因为杜鲁多的领导的自由党执政的期间啊，后来他的副总理都离开他了。他领导无方，把整个加拿大搞得一塌糊涂，物价高涨，房价高涨，犯罪率严重，经济衰败倒退，然后失业率严重。你看，把一个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就是杜鲁多。所以加拿大人恨死了这个杜鲁多，也讨厌死了这个自由党。他的民调支持度只剩下20%，而在当时的保守党的民调支持度40%，所以等于是稳赢了啊。那本来的选举是今年的9月，所以保守党只要继续把议题关注在怎么解决犯罪率的问题、房价的问题、就业的问题、经济衰败的问题跟物价的问题，他就稳赢了。所以他把他的整个选战的议题都放在这里。结果呢，1月份川普上来了以后，就要把加拿大并吞成为美国的51州。而刚开始的时候，杜鲁多还卑躬屈膝的下跪去求了2次，结果去了2次以后被更加的羞辱。在他被羞辱的过程中，加拿大人的民族主义起来了，加拿大人开始生气了、愤怒了，然后杜鲁多就黯然下台了。没有，他后来硬起来的时候，民调变高了呢。他是下台以后才硬起来所以杜鲁多是下台以后才硬起来。然后民调反而变高了。怎么不早点川普？他一定这样想他不敢，他有政权的时候，他怕川普怕得要死。当他反正无官一身轻的时候，他就硬起来了。当他无官一身轻硬起来的时候，他的民调支持度上来了。卡尼就在这个时候，他是一个政治素人，一个政治素人却懂得看风向。他看到名气可用，加拿大人已经生气了，愤怒了。愤怒在什么小地方上表现出来呢？超级市场里面的美国产品，加拿大人不买了，是，然后商家自己把它下架，不用打关税战哦，不用打贸易战，然后加拿大人说我不去美国了，结果实际上的资料显示出，本来美国是加拿大人最喜欢的旅游点，加拿大人不去了，卡尼发现名气可用，所以他就一直猛打抗川牌，的情形下，他得到了加拿大人的支持。他觉得时机到了，因为他观察保守党还是保守，还是关注国内的议题，不敢跟川普为逆，不敢跟川普叫板。结果他越来越大声，就是卡尼越来越大声，而保守党越来越安静的情形下的时候，他解散国会，提前改选4月份。如果你想再给他拖到9月，搞不好不一定是这个结果。就在当下解散国会改选，而川普跟杜鲁多跟马斯克等都在帮这个自由党助选，51州就是51州，我跟你玩真的，我就是要并吞你51州。加拿大人气到不得了的情形下，你想想看，在这个时候选举出来结果，自由党从不可能赢变成连任，而保守党从应该赢变成输了，这代表什么？风向要看得准风向看得准我觉得台湾也是一样在野党风向看得准，你就能够赢得选举民进党没有那么会选举我原来我听的是川普影响了全世界，加拿大的选情，因为不止他影响人家的股市选情也因为川普的大家助选，反而让自由党获得大胜。对啊，所以说台湾很多人在这个被修理，因为他是批评了美国。民进党就是以美论，在以美论，不能怀疑的。那你现在看看，川普民调这么多，以美论最多的人就是美国人，对不对？就39%的认可他的表现，那表示至少50%几的人对他的他的这个施政是有意见的嘛？那美国那就表示超过50%的人是以美论对不对？那加拿大更不用讲了，加拿大这次自由党大胜，就代表多数的加拿大人是以美论嘛。因为自由党这次的总理候选人
他所标榜的就是我们不怕美国，对，我们敢勇于跟他对抗，他永远别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就这样子。而且说实话啦，美国川普对历史大概念得不太好，加拿大对美国很够意思，真的啊。你知道越战的时候，这个先讲韩战，有3万个加拿大人参加韩战，而加拿大是1931年才独立的。他打越战的时候就有3万人去参加，还派了8艘的驱逐舰去参战。你要他怎么样？一个国家才刚成立，自己本身还虽然不能说风雨飘摇，但是怎么经济什么都地位都不稳固的时候，派了军舰8艘驱逐舰，还3万人投入你的战争。然后你想做这个韩战啊，讲韩战，我讲的是韩战啊。越战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反战的气氛很浓，很多美国人跑到加拿大去逃兵。那个时候还有3万个加拿大人偷偷的跑到美国，加入美国的军队作战，还死了100-200个人。你看后来的战争，不管在波斯湾打仗，还是在哪里打仗，只要有美军参战的地方，加拿大就派人去陪同作战。所以我跟你肩并肩的作战，然后我也出了钱，人也死了，也受伤了啊！结果你现在把我并为一州，而且以地理上来讲，加拿大并美国比较有道理，因为加拿大面积比美国大嘛，对不对？哪有说面积大了比被面积小的给吞下去嘛？所以这整个来讲，就是说，川普的那种狂妄自大不是他的友邦看不下去，连美国人都看不下去。你看到巴拿马，你就要巴拿马。然后呢，你这个乌克兰还在打仗，你就要人家的稀土。所以老实说是非常的没有正义。丹麦也是北约的盟国，然后呢，格陵兰属于丹麦的，然后呢，你却要说要把格陵兰给吞下去，人家已经给你一个非常大的军事基地使用了，你要把格陵兰也要吞进去，就是说你把人家都看得很差，就是我讲了，他简直把自己当成上帝一样，知道？我不仅领导美国，我川普，我也领导了全世界。问题真相不在这里，他这次的愚蠢呢，坦白讲，就让中国大陆变成了英雄。像日本人对美国是非常尊敬的。你看日本天皇看到麦克阿瑟的时候，你敬礼看，你看他敬礼是不是90度的敬礼？所以日本人对美国人讲话，他是真的言听计从啊，因为日本人信的是武士道嘛，被打趴武士道就不是王道，是霸道的精神。谁打败我，我就尊敬他；谁被我打败，你最好切腹，我不会怜悯弱者被我打败的人了。可是在日本，你看日本自己的媒体里面一些报道，他们有些政治人物就觉得中国大陆真的太厉害了嘛，他们就替我们挡住了美国嘛，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立场要强硬起来。那现在日本首相敢强硬一点，还不是因为中国大陆打了先锋吗？不然换他所以你川普的政策，你要打击中国大陆，却让中国大陆变成反美、反川普的英雄，这是他始料所未及的。舰长，因为真的很难想象过去跟美国最站队一定是言听计从的加拿大、澳洲，结果现在澳洲居然还限制说，民众希望不要让他们川普还有官员们，甚至家人到澳洲去。刚刚委员有讲到说加拿大跟美国的关系有多好啊，那我现在讲一下澳洲。其实这几个国家都是系出同源，都是英国移民出来的罪犯跑到澳洲去了，然后有一部分跑到了加拿大，有一部分跑到了北美那个13州，然后后来这13州跟英国闹翻了，就成立了自己的这个美国。但是记住这3个基本上都是亲兄弟。除了加拿大在战争中刚刚是这么的维护美国，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在二战的时候因为日本一路打下去，攻占了澳洲，他在澳洲的北部成立一个集中营，那集中营里面有24000个澳洲人，结果被日本虐待死了8000个，所以这个澳洲恨死日本人了。然后后来麦克阿瑟不是从菲律宾撤退出来，他的基地就是占据了澳洲哦。然后麦克阿瑟从这个澳洲一路打回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澳洲有700万人，你知道澳洲派了多少人跟着麦克阿瑟一起打回去？95万人，一路跟着他打回去。然后后来所有的战争，好比说韩战，他派了2个营，
比刚刚那个加拿大支持美国打的要少一点，但是他还在，因为他人少，支持2个亿，他死了359人。越战的时候，他派了8000个人，然后他伤亡大概3000多个人。然后不管是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你去看，第一个跳出来去支援美国去参战的都是澳洲。澳洲真的跟美国是一个亲兄弟，结果你看现在他们怎么样去对这个的。而且这个选举，加拿大这个选举，我就知道这个挑拨仇恨是最容易凝聚选票。你去看那个加拿大这个选举，他都说什么？川普要消灭我们加拿大，他不是说美国要消灭。你就把那个恨集中在一个那个最容易凝聚选票，所以你看他就赢了。刚看个最新消息哦，加拿大的落败的保守党也发表声明了，他站出来说，接下来将会跟胜选的自由党合作，合作什么呢？合作对抗川普，这真是让他们国内达成了共识啊，川普。所以呢，对于川普的关税政策，当然引起全球的各种的影响啊，那各种的地缘冲突也越来越升温。在这个影片里面可以看到，说美国海军28号证实的哦，有一架 F-18超级大黄蜂的战斗机，因为这个相关的也门的组织啊的冲突，胡塞组织的攻击的时候，为了要躲避，所以直接从杜鲁门号直接调转的时候掉进了海里，现在直接坠入红海，在海底很深很深的地方捞不起来。CNN 报道哦，这是美国官员透露的现场初步报告。这样的做法呢，现在虽然只有1个人受伤了，看起来还好没有什么重大的伤亡，但是这一台天价的这个大黄蜂，现在在海底啦。不用捞了啦哈，所以胡塞组织说，他们向目前在红海执行美军反胡塞组织任务的航舰发动无人机飞弹攻击，所以就算是一个看起来被川普不看在眼里的也门的胡塞组织，一样可以造成美国的伤害。不过，美军对也门造成的伤害当然大得多。在也门呢，空炸攻击这7周以来，美国也损失了7架死神无人机，这台只是机器钱而已。从3月15号以来，死神无人机大概每架都3000万美元了哦。但问题是在也门的损失是什么呢？害怕担心包括先进导弹技术被中俄学去，整架完整的调到当地去，担心被技术学习。美国担心的事情都只是钱呐，技术被学习啊。可是也门呢，他们是人命的丧生。也门的港口在17号最严重那次空袭造成的是有80个人的死亡。先看看由土耳其船上所拍出去的轰炸的画面。在喊这个声音惊吓的声音是来自于土耳其的船员。这个船舰上看到，天哪，整个海岸线怎么被炸成这样？这个是港口伊萨港，也门的一个很来往非常频繁的港口，遭到了美国轰炸。这个死亡的人数有80个人，150多人伤亡啊！在这个陷入火海的现场，引起大家全球的关注。美军还轰炸了在也门的移民拘留所，连续的轰炸下来，就是国防部长曝光的那个群组里头，一再的轰炸之后，光是胡塞组织指控的这个地方是在萨达省的空袭，击中一处非洲移民的拘留所，造成的是有68个人死亡，47人的受伤。那断垣残壁抬出来的每一具的遗体都非常的惨烈，所以至少68人死亡，47伤。这是美国队长除了经济所造成的损伤之外，现在持续所造成的人命的伤害，还有各个地方地缘政治突然越来越紧绷哦。连印度跟巴基斯坦，会不会真的打起来啊？我们刚刚节目之前还在讨论说，这2个都是有核武的国家，现在连续4晚交火，巴基斯坦的国防部长指控啊，因为22号的时候，印度先指控在克什米尔这里发生了恐怖攻击，那造成了26人的死亡之后呢，彻底点燃印度、巴基斯坦2国的新的一轮的争端之后，巴基斯坦直接讲，我们呢已经准备好了，这2-3天准备好了核武啊，这其中130枚的核弹已经瞄准印度吗？那相关的这个国防部长等等讲的话都非常的强硬，这2-3天可能都会有最严重的冲突，战事可能会发生。那印度看起来也很强硬啊，这个其中印度做的做法是怎么样？先从水下手，有一个印度核水源条约哦，断绝掉巴基斯坦数百万人的水源供应，没有给你水喝。那一边准备核弹，一边没有水喝，一边准备核弹，会不会一触即发的
世界大战没有人知道，现在世界就是这么的混乱，而南海当然也是一样，菲律宾跟中国大陆相在南海沙洲插国旗啊，这里有这个5星旗啊，这里有菲律宾的国旗啊，都是在社群上面不断的贴在领土的争议上面的南海铁线礁这里展示各自的主权，那当然也偶有这个船只碰撞啦、冲突啦的新闻发生，所以西菲律宾海的主权也一样成为双方非常重大的争议所在。这是美国支持菲律宾希望产生的冲突，而印巴呢，还有接下来也门呢，还有各种以色列这边的还没有结束，还有这个还有包括了俄乌，现在也没完没了啊！世界就是一直在这个战争当中越来越冲突升温。美国对于胡塞这个地区的狂风滥炸，没有让胡塞组织屈服。胡塞组织对于美国的航母，这次是对于杜鲁门号的攻击很明显的产生了相当的效果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胡塞来说的话，是取得难得的经验。为什么？因为这一次为什么会这个大防轰它会被抛离这个下水，还有一辆牵引车都被抛下水。最主要的就是杜鲁门号应该是为了要躲避这个胡塞组织的导弹的攻击，来了一次的等于是加足马力的180度的一个大回转。那这个代表什么？代表他们的防空系统没有办法完全拦截的时候，有一些导弹已经突穿进来了，靠近了美国的航母。所以美国的航母在进行避险避难的一个作为的时候，就是开始有一个180度的大回转。在这个回转的过程中，很有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这个牵引那个谢光弹或是一些来吸引这个导弹的一个攻击。但是就在这个快速进行的180度的回转中，刚好有一架 F-18的大防轰，然后在牵引车把它拉到电梯的时候，这个电梯正在升降，而这个航母进行了一个大回转，结果它被抛出去了失控。那还好这位驾驶车的这个人员他赶快跳下来，那连车带机就落海了。当然这一损失那就是几十个亿的台币嘛我想知道大防轰对于这个杜鲁门号航母来讲，它是主力战机之一，但是就这样子摔下去，这个对于这个胡塞组织来讲是士气会大为兴奋，因为他们就知道说他们的导弹在怎么打击的情形下会产生什么效果，那下次可能又会精进了，又会再改良。那这样的话，对杜鲁门号在上一次的执行中，它的这个防空导弹都打完了，所以他不得不回家就回到母港去补给进修。那补给完了以后，这次又加入这个防御，但是很明显的，它又受到重大的一个攻击。我个人是觉得说，对于美国来说的话，面对于胡塞组织，你没有派地面部队，你永远消灭不了它。所以美国的航母只要有一天被打到一枚，这个对于美国的军方来说，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面子不对等，面子的问题嘛，武器这么不对等。休息一下，我们继续来讨论更多的话题。世界地缘政治有冲突的地方呢，现在是越来越多。其中，印度跟巴基斯坦这两个可是都是有核武的国家，现在已经有连续4晚的交火发生。对，从这个1947年以来印度跟巴基斯坦之间在爆发了非常多的战争，大大小小的战争除了这个第3次，就1971年那次，主要是这个孟加拉要独立的问题在印度这个在帮助这个孟加拉这个打这个独立的战争嘛，其他的大概都是为了克什米尔。而克什米尔的真正的问题，其实克什米尔有3个国家分别占有了，印度、巴基斯坦还有中国大陆。那像这个印度所统治的克什米尔地区大概70%以上，有些地方这一大块地方，有些地方甚至高达90%，都是伊斯兰教的。他们跟印度之间，印度对他的统治他没有办法接受。然后莫迪上来变成印度总理之后，他是打非常
极端的印度民族主义了。所以本来克什米尔那个回教徒伊斯兰教徒居多的地方，印度是给他某种程度的自治的地位，让他们日子比较好过，让他们觉得模模糊糊之间自己还是统治着自己这样。莫迪上来就把它整个取消掉了，所以当地的这些所谓伊斯兰教这些教徒就变得更加的愤怒，所以呢，后来的很多的战争的爆发就是被印度所统治的克什米尔的那个极端的分子，他们变成了恐怖分子，攻击了印度的人民或者说观光客这样子所引发的。那这个问题说，你说印度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1998年5月印度跟巴基斯坦在2个礼拜之内分别宣布自己拥有核子武器，在那以后的战争就没有像什么第一次印巴之战、第二次印巴之战那么大规模了，因为核子武器大家开始会收敛一点，比较大规模就是第2年的1999那一次冲突。可是呢，后来的这个冲突就整个都下去了，为什么？大家都害怕会引发核子战争，所以你在印度说我准备了多少枚核子弹，那个核子弹有时候是拿来吓人的，是不可能真正使用。至于说你要切断对巴基斯坦的用水你就给中国大陆刚好一个借口。现在已经即刻切断了。对，那很好，中国大陆很可能就用这个当借口，他要盖一个叫做西藏大坝、雅鲁藏布江，雅鲁藏布江经过3个国家，中国大陆、印度，过来就孟加拉。所以呢，印度一直抗议，你造水坝，那以后我就没有水喝了。那中国大陆说不会，那你现在去断了巴基斯坦的水，那你还有什么理由反对中国大陆断你的水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断水是一种手段应该即使实施，就像川普的关税一样没有办法撑很久的了。拭目以待，当然不希望有战争再发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总统川普下令轰炸也门，不过呢，在最近的冲突里头，却有一架超级大黄蜂，价值20亿掉到海里去了。这个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说军舰如果遭遇到战时的状况军队会做什么事情那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所有的军舰如果现在说我遭受到攻击，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加到我的级数，这是第一个动作，我什么都不管，我先加到级数。那像我们一般传到有近1、近2、近3、近4。通常近4是最高速度，对不对？一打仗是战术，战术是这个上面再加1级，平常完全不会跑战术。为什么要跑这么快的速度？你知道吗？因为当你速度快的时候，你用舵的时候，那转的就很快。那你说你有什么好转的？航母这么大，人家来打你，怎么转你还是在那对不对？它是为了防卫，因为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防卫的火炮。